係拼work外星生命體創造出嚟，專幫佢搜集人類情報嘅機械人啦。最近就留意到你哋唔同地區嘅火星偵測器就先後升空啦，有阿聯酋、中國同埋美國嘅都先後升空，冇辦法啦，因為每隔779日左右啦，地球同火星嘅距離就會係最近，又係呢火星旅遊嘅最佳季節啦。不過奇怪咧，唔知點解你哋硬係對呢個紅色星球咧係情有獨鍾嘅，因為講到要尋找呢太陽系地球以外嘅生命咧，其實土星嘅其中一粒衛星土衛二或者木星嘅木衛二呢兩粒小小嘅衛星咧，你哋嘅天文望遠鏡或者偵測衛星都曾經偵測到呢兩粒小小星球嘅表面有類似水蒸氣嘅痕跡，甚至你哋有科學家懷疑嗰個平滑冰封嘅地殼上面底下可能係一個大型嘅海洋，有微生物啦、魚啦，甚至乎可能有啲巨型嘅怪獸都未定。你哋就係中意去呢個火星。其實由1971年開始啦，你哋已經先後有好多隻火星偵測器係去過呢個火星嘅。不過最奇怪嘅就係美國 CIA 幾年前公開嘅一啲解密檔案咧，其中有一份咧，竟然係話1984年咧，佢哋係聘請過一啲通靈人士或者係特異功能人士，咁用遙距視覺嘅方法時空旅行咧，去到公元前100萬年嘅火星。咁你哋唔係覺得好奇怪咧？一個地球最大國家嘅情報部門，竟然咧係用公帑去請一班靈媒異能人士，或者有啲人嚟話係一啲神棍去做事。咁呢份文件咧係記錄咗呢班異能人士當時咧係見到火星上面有金字塔啦，一啲又高又瘦長嘅人形物體啦，同埋四周係彌漫住一股末日嘅氣氛嘅。你哋覺得係咪好奇怪？點解佢會揀公元前100萬年呢個日子？會唔會唔通佢哋係早就知道火星上面嘅歷史，所以先諗出呢個日子出嚟咧？又唔會諗近期啲幾廿年前或者公元前幾百萬年前嘅咧？而呢啲又高又瘦嘅人形物體，即係遠古火星人啦，可能係會唔會就係你哋人類嘅祖先咧？咁咧有美國咧仲係將會構思咧係派人登陸火星嘅。其實佢哋係咪想喺火星度揾翻一啲失落嘅寶物咧？唔係點會咁積極？咁講翻火星偵測任務啦，其實成功率咧係幾低，係少過50%。咁成功都有好多個層次嘅。首先咧就係可唔可以將軌道器由地球送到去火星啦，而又可以被火星嘅引力捕捉到，個軌道器可以喺火星嘅軌道運行。如果呢一步成功咧，即係至少代表好似有一粒人造衛星喺個火星上空嗰度居高臨下觀察火星嘅表面，都叫做有啲成就啦。好啦，下一步咧就係釋放出呢個登陸器。通常一個軌道器有陣時會帶2粒嘅登陸器，即係成本效益嘅問題啦。咁登陸器要成功咧穿過火星嘅大氣層，安全着陸，而裏邊嘅儀器咧又係運作正常嘅話，基本上成功率係仲低過50%。雖然大家成日都見到嗰啲好似月球車嘅物體喺火星表面行行走走嘅新聞啦，
但係原來目前係喺呢個火星表面運作緊啦，或者曾經成功運作嘅火星登陸器同埋巡視器啦，基本上全部都係美國 NASA 嘅出品嚟嘅。最接近成功咧，就係2003年歐洲太空總署嘅小獵犬2號火星登陸器，佢一降落咧就失聯。起初係以為已經墜毀啦，或者已經失敗咗，但係2015年美國太空總署嘅火星偵測軌道衛星咧係影到佢原來已經安全着陸㗎啦，只不過嗰個太陽能板咧頂住咗條通訊天線，所以就運作失利。着陸器成功着陸之後咧，就會釋放出巡視器啦，即係好似啲月球車咁樣喺個着陸器附近一帶行走、偵測或者收集一啲泥土樣本啊咁嘅樣。總之而家喺火星嘅5部巡視器全部都係美國嘅出品嘅，其餘蘇聯啊、俄羅斯、歐洲太空總署嘅嘗試全數失敗。至於中國呢，其實連第一步都未做過㗎，係只不過喺2012年呢，佢諗住搭呢個俄羅斯火箭嘅順風車咧，將一個叫螢火1號嘅軌道器咧送去火星。不過呢支火箭升空之後都已經失敗，所以今次佢哋就用自己設計嘅大運載力長征5號火箭。呢支火箭都係啱有咗比較肥身嘅啦個樣，咁都係啱好似有咗2-3年嘅，仲係成功過一次之後又試過2次失敗嘅。啱喺上年先再射成功，已經用嚟做呢個今次嘅任務。而今次任務除咗有軌道器之外呢，亦都有呢個天問1號嘅着陸器，即係其實可以講係一步登天嘅，因為其實佢係連最初嘅步都未試過。咁緊接住中國、美國又再化成一個新嘅毅力號登陸器去火星。其實佢嘅設計藍本咧係源自呢個好奇號，同埋用翻好多好奇號嘅零件嘅。而好奇號係一個好成功嘅，因為到即係已經飛咗火星幾年啦，而家都可以運作緊嘅。當然啦，佢今次要試嘅一樣新嘢咧，就係呢個火星直升機獨創號啊，係第一次有呢個無人嘅火星直升機喺地球以外嘅地方係做實驗。咁佢哋今次咧會喺一個火星隕石坑度降落，就會將啲泥土樣本咧就入落一啲儲存管度。咁呢啲管就會擺住喺火星度先嘅，預備將來構思中嘅同歐洲太空總署嘅一項任務咧，就係將呢啲泥土樣本咧係運翻地球做研究嘅。好明顯，美國今次嘅火星偵測任務係複雜過中國嘅好多啦。不過中國今次一步登天咧，我覺得咧嘅成功機會其實都比較低嘅，因為其實佢之前係一樣嘢，即係有最初嗰步都未試過，除非佢有其他嘅外星生命幫忙啦。